穆雪玲，疼，穆雪玲，有这么多可气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待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今日，他同我一起赏月。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。我就勉为其难，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喻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做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域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间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，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呀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我头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晕
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学真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隐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隐的魔丹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请随我跃起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因你风若桃花千朵，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请随我跃起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因你风若桃花千朵，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无动我，只因无扰你如昨，无气芳华灼灼，无念，只因冷静，忘记。你如昨谢雪晨，你干嘛呢？为我依托。高修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穆玄灵的魔功破了摄魂蛊，残留在大家身上的魔气，我也用琉璃明心丹清除了，明天大家就能醒过来。我来是想听你告诉我，穆玄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他是灵祖，因灵窍破损，迫于无奈修习魔功。那日在驿站与你相斗的，就是我和他，只是用法器遮掩了面容罢了。我就说他的腰疼怎么那么眼熟，你们俩骗了我这么久，他那日可是要杀了我。那日之事的确只是误会，况且论起因，也是你误抓秀宝鼠，动手伤人在先。这2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穆玄灵他没有恶意。你现在竟然都帮灵祖说话了？高修士不也一样吗？你如今对灵祖也能手下留情。我才没有手下留情呢，我才不会呢。你明知穆玄灵修炼魔功，又知他身体虚弱，你如果真想对付他，大可直接传剑灵司来抓他，又怎么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在净化宫休养，还先来向我问明事情的缘由？我是不想旁人说我是非不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如此信他，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高修士是在说穆玄灵，还是崔婉婉？我相信高修士应该不会将穆玄灵之事告诉苏公主吧？我的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你的人你自己管好就是。南庄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噬魂蛊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大家都会染上？啊，是古籍中记载的一种邪法。尸蛊者需取暗玉邪蛊，以自身鲜血喂养，待养成之后，将其磨碎，涂在器物之上。接触过此器物的人，在尸蛊者死后便会成为他的傀儡，会忘记一切，只会记得完成尸蛊者的遗志，且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什么器物这么隐蔽，连我师父都发现不了？没发现未必是藏得隐蔽，也有可能是露得很明显，明显到让人不会去怀疑。什么意思？是崔婉婉。他知道苏网镇可能是个局，他便以自身性命为赌注前去破坏，且留了后手。他在玉令上下了摄魂蛊，若他赌赢了，
便可以破坏阵法，毁掉灵丹，守住他身后的秘密。若他赌输了，他会死，但也会启动摄魂蛊。这样，自然会有人替他来杀谢雪辰。可他想要的是毁了人族，保护灵族，为何要杀谢雪辰？怀璧其罪。雪辰身怀玉阙宫，乃人族至强，也是仙盟未来的倚仗。想毁人族，当然要先毁了人族的希望了。他为了完成任务，连自己的死都亏力，这得有多狠？二位，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告辞了。你怎么回来在这了？我是寻得一法，或可缓解穆姑娘身上的疼痛。走吧，去给她试试。不用去了，他已经好了。好了。也许是他修为比较深厚吧，反正他已经睡了，还是别去比较好。你应该知道，你不太擅长说谎。骗你干嘛？他真睡了。我说的不是穆姑娘。曾经千杯不醉的谢少城主，如今竟说的一句不饮酒。你这谎说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谢雪辰啊，谢雪辰，你也不想想，玉影为什么叫玉影？她的魔丹你也敢随便喂？这可不算我轻薄你啊！竟然还敢下蛊！好个崔婉婉，就这么让他死了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早知他如此阴毒，就该将他碎尸万段。师父，崔婉婉已经死了，净华宫之乱也已经平息，你没必要因为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师父只是气旁人，你不必害怕。但是秋明啊，经此一事，你更该看清楚，在这世上，能相信的人和事少之又少，你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更无弱点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昨夜之事，我虽记不太清，但也有片刻印象。谢雪辰的灵力尚未恢复，傀儡之乱闹得那么凶，仅凭你们5人，就能平息整场乱局。谢雪辰虽然灵力还没有恢复，但他观察入微，找到了傀儡的破绽。再加上南虚月的法阵是天下一绝，他2人配合，自然是能破除邪蛊的。此番成了雍雪城和玉秀山庄的情，不知何时要相还。这种不定之事，真是令人难安啊。
仙盟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定是不会刻意讨这些人情的。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你当真如此以为？听闻仙盟修士卯出晨起，谢少宗主今日似乎起晚了些，难不成是因为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，反复回味，夜不能寐，所以起晚了？休要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，还是有人昨夜趁人之危，胡作非为，坏人清白啊？昨夜是你自己先。我怎样？丹药是你喂的，我怎知你是无心还是故意？说不定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却……我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你就是关心我啊。甚至关心到要去偷看我的小册子，我早说给你看了吗？你偏偏要偷看，难不成是觉得偷的更刺激啊？谁说我偷看了？我昨夜将它放在你的枕边，你醒来之后便会看到，便能想到我看了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隐瞒，不算偷看。谢雪晨，你觉不觉得这很诡辩啊？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哦，不对，你的嘴硬不硬，我最清楚。其实呢，还挺软的。原来能躲开，那为什么昨晚不躲？你能不能别躲了？亲一个。哟，穆姑娘，昨夜耗损甚多，这么早便醒了，可有好些？多亏谢少宗主昨夜相助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不，我特意来谢谢他。仙盟事迹，在金花宫逗留已是耽搁，还是尽快回云秀山庄，以传送阵回雍雪城。来这之前，我便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阵法所需材料。赶紧走，去与素公主辞行。他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等等我！喂！苏公主，庆花宫之事已平息，雍雪城另有要事，特来向公主辞行。既有要事，我便不多留几位了。只是少城主的灵力尚未恢复，不如我派镜花宫的弟子相随护送。云秀山庄会相助谢少城主，公主可以放心。况且镜花宫刚经历一战，需休养生息才是，不劳烦公主了。秋明，替我送送几位。是。告辞。各位，请。高修士送到这里便可。穆玄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在谢雪晨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将你的事情告诉我师傅的。你以后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做人啊，这可有点难度。你不要再给我耍嘴皮子了！我要是再看到你作恶，我就把你抓到剑灵司去。多谢少公主宽容。那作为回报呢，我也不会把你错抓秀宝鼠，强抢小孩子宝物，还打不过我的事情告诉别人。这么多人在呢，你就不能小声点？你怎么这样？怎样？
哦，我看既然二位有意谈和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是啊。那也不该在此时此地吵吵闹闹的，有要事在身，莫要纠缠。慢走不送。你对高秋明的敌意，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你与他有旧怨？你这么健忘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记得。我健忘吗？阿宝，这件怎么样？珠儿金石的保期不对，没有300年，最多只有70年。才70年啊！你看嘛，这成色瞧着颇为古老了。阿宝，你要不再仔细修修？行了，阿宝可是秀宝鼠，对宝器最是敏感，修个年份怎么可能有错？阿宝，你先休息休息，若是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告诉我们。阿宝，你要不先吃点点心吧？好。姐姐，阿宝，才3日没见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早知道啊，就该带你去见见高秋明。那还是不必了。谢哥哥，男庄主，芙瑶姐姐，庄主，布阵材料准备如何？材料皆已备好，正在炼化之中，午后便能完成。午后？那看来，你还要再等上半日啊。不如先回房休息，待你养足精神，材料也就炼化好了。许月，费心了。快去歇会儿吧，回了雍雪城，危机四伏，回去之后可有你忙的。谢雪晨，何事？我就说你健忘吧，你还欠我一个答复呢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，好不好？穆玄灵，有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。好。你是真的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吗？别动。你不是想听我的真心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向来真真假假，看不真切？谢雪晨，我并非生来如此，我也有过很真诚、很真诚待人的时候，你相信吗？可是，在暗域，光靠真诚善良是活不下去的。暗域没有怜悯，只尊强者。我只有一路厮杀，全副伪装，才能活下来。活下来，才能去见我想见的人，还我该还的恩。我现在很认真地回答你，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。你愿意带我走吗？
遗姓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好，不许再用魔功。好。更不许纠缠我。好，这个有点为难。好吧，我会努力克制的。嗯。姐姐，你真的答应哥哥了吗？为什么跑来偷听？姐姐，蜀瑞嘛，你真的以后不再纠缠哥哥啊？那显然是不能啊。那你又骗人！我哪儿骗人了？我说我努力克制嘛，但能不能克制得住就不好说了。哥哥遇上你，迟早会被带坏的。我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子不打算将故人留下吗？他也做了决定，留不下的。不论是从前，还是现在，都留不下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，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父亲，方才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一个小灵奴。高盟主不愿结束混沌珠，其实恢复不了实窍也无妨，我还能做很多事。比如我可以为我们玉秀山庄做防御。你在说无妨？你知不知道，天生实窍，何等的实力，何等的荣耀！云秀山庄衰微，为父多么希望你能够重振山庄，可你看看你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废人，怎么敢跟我说无妨？哼！高风雪不会借混沌珠，走吧。父亲，那我可以带走刚刚那个小灵奴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毁了三窍，你就是个废人，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你凭什么去和仙盟盟主提要人？你，哎！那年午后匆匆一面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个最普通的过客罢了。从前带不走，如今留不下，不在恰当的时机，一切便都是错的。那公子打算止步于此？止步？我还未曾探清他是否是我那梦中之人，他不留下，我便陪他一起走，又如何？
好了，阵法成了，只需10息便能到雍雪城。入阵吧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啊！我保证，到了雍雪城之后，绝对不给姐姐惹事儿。如果我嗅到了暗族的气息，立马告诉姐姐。嗯。怎么回事？有人逆转了法阵，改送为杀。风瑶，公子，法阵要崩毁了！没事吧？无妨，没事。所幸是你今日已恢复了6成灵力，否则我们方才都得死在这里。云秀山庄并无人入侵，到底是如何动的手脚？应是这起阵材料出了问题。传送阵材料本就稀缺，有一部分是由庄外寻回，想来定是有人提前在材料中设下杀咒。都怪我没能及时嗅出杀咒的气息。这不怪你。杀阵本就隐蔽，难以发现，加之起阵还要炼化材料，它就会变得更隐蔽，肯定更难发现了呀。你才多大？要是连杀阵都能嗅出，就不用到处吸宝器修炼了。我们都在呢，还轮不到你自责。这一切都在桑琪和小仙阁的计划之中。或许从净化宫开始，就是个一石二鸟的局。你是说，净花宫出事，一是为了盗取谕令，二是为了声东击西，好让他们有机会对传送阵动手脚？你最是精通阵法，若你在，很容易发现材料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故意闹出大动静，将你也一并引开。也对，南庄主研修出传送阵一事不是秘密。你从暗域出来之后，没有直接回雍雪城，而是选择来运秀山庄。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想要借传送阵回雍雪城，还真是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眼下我更担心雍雪城的情况，不知他们会如何出手。纸雁发出已有几日，谢盟主定已收到消息，你也不必过于忧心。如今材料已毁，若要再次寻起，需要多久？这恐还需10天半月吧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能尽快回雍雪城？倒是还有一物。浮云空舟。没错，这是旧日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打赌输给我的，已经好多年没用过了。传送阵呢，10息便可抵达，它就要耗时多一些，所以一开始并未考虑。只是眼下这情况，用它代步，总比御剑和骑马强吧。就这么艘小舟，怎么载人啊？舟要遇水而行。现在我们便可上路了。
怎么上啊？这碧霄宫确实有钱。你们雍雪城财力怎么样？你把我从暗狱绑出来，我可没带什么钱。做雍雪城弟子有没有津贴啊？给你句忠告，到了雍雪城，还是多听少说为好。要是犯了事惹了怒，我可不会帮你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方才危急关头也不知道是谁，只有6成灵力，还是分了护盾保护我。谢雪晨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舍不得你死，和不让你死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嘴硬。虚月，此次危机比我料想的要严重很多。你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必继续犯险。雍雪城，你别去了。现在说这样的话，也晚了。桑启与朽仙阁联手对我运秀山庄出手，毁我天才地宝，这笔账我定是要讨回来的。不然运秀山庄今后如何立足？许愿，我心中有数。既已同行至此，那便一起走下去吧。木姑娘，介意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南公子同行，欢迎之至。那便好。凤瑶，守好山庄，遇事之夜联络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阿宝，别颓废了，出来吧。爹爹要是知道我是这样一只没用的叔叔，会不会不要我呀？行啦，你都没见过你爹，哪来这么深的感情啊？爹爹就是爹爹，没见过也是爹爹。没见过的爹娘，也算爹娘吗？当然算了，你要劝他说爹爹。啊！我们在天上吗？我们在去你谢哥哥家的路上，你别怕嘛，出来看看嘛，那月色可好看了。我还是等落了地再出来吧。就你这小破胆，还想跟着我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想要学本事。木姑娘，南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木姑娘得偿所愿啊。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因为木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你也觉得谢雪城无趣，对吧？木姑娘其实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她想无趣。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南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
毕竟南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穆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决定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南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穆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南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行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穆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你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她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穆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生灵涂炭，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。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，而穆玄灵便是这第一个。仅此而已。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亲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
好玩。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穆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蒙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说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阶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？未曾。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尘久见。血是血的气息。盟主。
现实了，盟主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清洁，永谦阁外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桑启莲和仙盟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臣实有大位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城宗门柱石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推搪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头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尘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尘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谕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镜花城，
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。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镇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血逐渐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的分开日月，不为黄色，我是天下的经典。为生生不不变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今天一世化改变。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逐渐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烈火的热爱不为小心！风水，我是天下的经典。不算的话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雪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冷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
你进步了很多，比我强了。盟主，如今万仙阵有缺，你去将它补好吧。遵命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大晚上的，跑到这问雪崖上来练剑，就不怕闹出雪崩，淹了整座雍雪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走！你心里难过，连带着我这手环闪啊闪的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走！谢雪晨，被人看到脆弱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若想看，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。走！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谢雪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？就因为你父亲说，修道者不能有情。当日在玉隐的贪欲牢笼，我看到了你小时候。你父亲认为，无情才不会偏私，才能成就大爱。我不敢说他一定错，但我认为，大道无情，修道却应该有情。如果一个人连小爱都不曾懂得，如果心里只剩荒芜和冷漠，那如何能明白世间万物存在的真正意义？又如何能做到爱及众生呢？只因为你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，你父亲便将这视作你的宿命。但谢雪晨，其实没有人可以框定你的未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是灵祖，我都有感情。你是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感情，就一定要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强行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谢雪晨，你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好。曾经我一直不愿听他的话，多有违逆，终是犯下大错，无法挽回。现如今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无情无爱，但原来他的要求我根本就做不到。问雪崖道别那日，我真的很想唤他一声父亲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我就是这般犹豫，这般怯懦。父亲想说的话，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如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：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，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从你出生起，我便用苍生宿命的责任束缚着你。为了逼你断情，甚至毁你所爱，断你羽翼，囚你于这方寸牢笼之中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有一日你会面对的困境。父亲也常常在想，是否是我太过由天自扰？也许断情并非唯一的方式，若没有我的强迫，你本该活得自由灿烂，海阔天空。父亲，断情去爱，说来轻松，但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是否也不该逼你？雪晨啊，父亲老了，终有今日，总有一日会离开。也许父亲的道也已经老旧了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去走你自己的道吧。父亲相信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责任，守护好你该守护的一切。雪晨，其实父亲也很怯懦。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。父亲很爱你，很爱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。今日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苍长老安排我住在弟子寝庐，回去晚了是要被记过的。明天就是盟主的丧仪，你早些休息。
南庄主，多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否则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你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？不用了，当年我父亲丧仪时，他也是这么远远的陪着，他与我心中都明白。是我忘了，南庄主也是经历过父亲离世的。听闻你父亲是被灵族所害，可有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吗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报的仇也报了。那就好。我送姑娘回锦炉吧。穆姑娘有多喜欢谢雪晨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只是在想，你为何那么喜欢他？或许你在更早以前就认识他。你的反应告诉我答案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他的眼神里会有怀念和悲伤，而不仅仅是喜欢和仰慕。穆姑娘的眼睛里藏着很多事情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南庄主太聪明了，我无所遁形。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为何不告诉他？原来是想告诉的，但渐渐又觉得他心里的苦够多了。我与他的相识，于他而言，着实算不上愉快。大哥哥，他不需要记得，我欠他的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反应也告诉我答案了。虽然你的模样变了，可我还是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和眼神。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却记得你的脚上有一个锁灵环，而脸上有金色的纹印。那时我刚失三窍，父亲带我去明月山庄借混沌珠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同情，可唯独你看透了我。你知道我不需要被怜悯，你视我如常人，你向我承诺，我给你糖果，而你会给我一点点喜欢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是那个公子？说来惭愧，那不过是……所以你是打算食言了？你不愿兑现我那一点点喜欢？方才只是玩笑之语。南公子如今阴霾尽扫，万众瞩目，已经有许多人喜欢了，想必也不差我这一点吧。
穆姑娘赖账的借口，说的倒是挺漂亮的。那算我欠你的好了，来日找机会一定还上。不过，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我相认呢？方才是你说的呀，有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穆姑娘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本在明月山庄，为何去了暗域？还有，你和雪尘之间……有些秘密能说，有些秘密却分享不得。男庄主通透，应该能理解吧？无妨。走吧，故人。问血崖上的谢家人，要做这变化无常的世间唯一不变的旗帜。只要我们不曾改变，抬头望向问血崖的凡尘俗世，便也会流转不休。我赠你万仞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。万仞和玉令皆代表信任，父亲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。父亲，我会找到自己的道，不负你的期望。恭送盟主。恭送盟主。雍雪城屹立仙盟1000年，依靠的并非少数人之勇武，而是所有同门坚不可摧的剑心。虽风雪加身，诸般艰难险阻，亦能秉持问道之心，求登临绝顶之路，百死不悔。盟主生死，未来必定风雨飘摇，更需诸位一剑在头，抵挡误会。丧一毕，万事复始，前路悠长，当一如既往，问道、问剑、问行，铭记正气一句，不可轻者。
主。阁主要回复了吗？他何时安排我们出城？阁主回复，希望长老留在城中，万无轻举妄动。雪琛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恐怕真就来不及了。于长老，于长老。 城主，请坐。请。城主到访，不知有何要事？于长老是否还记得，你我在10年前有一盘残棋还未下完？如果你不提的话，我几乎都忘记了。我记得那日你缠着我，非要与我下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我还是个圣士呢。棋还没下完。 输赢又怎能轻易判定呢？不如今日，你我就把这盘棋下完，如何？好啊。雪琛，看来这10年，你的棋一点长进也没有啊。说起来，这盘棋也下了10年了。 于长老，你还真是厉害啊！对我从不心慈手软。雪琛如此看重输赢，想必定是在这盘棋上下了赌注吧？不错，是有赌注。哦，可否说来听听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告诉我修仙阁主所在；要是我输了，我把掌门谕令给你。 他现在灵力残缺，上！你的灵力恢复了。到达雍雪城前，便已完全恢复。于长老执掌雍雪城刑律，应当最清楚。 勾结修仙阁，谋害盟主，祸乱人界是什么罪？于长老应该很清楚，我在，你逃不出这个门的。还是与我下完这盘棋吧，有始也该有终。 因何背叛？你可还记得，万仙阵曾经裂过，我曾带领众弟子抵御暗族侵袭，你和南巡月赶来救援，那一日，
跟着我的弟子有210人，无一生还。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们的冤情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诛杀暗族是那样的轻而易举，但是对于我们，他们却是强得可怕呀！修仙阁势力庞大，阁主实力深不可测，他找上了我，要我相助。我不想死，所以只能择主而起呀。仅仅是因为怕死，仅仅。好一个仅仅！这就是你与我们的不同。死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平常且无谓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我们，活着才是内心所求。修仙阁主想要什么？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，以盟主，以你我，以所有人的血为代价是吗？你们要的不是天下太平，你也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恐惧罢了。是谁杀了盟主？我不知道。那一夜，我接到修仙阁的传信，要我引开盟主闭关中的守卫弟子，我照做了。将弟子支走。李长老，是用仙阁无人防守。盟主即将出关，尔等随我去准备一下。必将盟主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，是，令他毫无防备的被人杀害。你还做了什么？我在外面下了隔音结界，使里面的动静无法传出，阻断了盟主呼救的可能。后来再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晓。修仙阁主现在何处？修仙阁主行踪隐秘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与他传信，也非当面。学晨，这盘棋局对你我来说，谁输谁赢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灵族、暗族、修仙阁已经结盟，你即使能力再强，仅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护得住天下人吗？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输赢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而我只想和昔日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人下完最后一盘棋。
也许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够好，是我无法保护好所有人。若我能早些察觉到你的恐惧，也许你就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了。雪晨，安装已经肃静。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处理吧。桑启和守仙阁不会就此停止动作。各派到达之后，必起波折。从今夜起，加强雍雪城结界，无论进出，皆要监控。是。哎，城主，我还有一事。那个新入门的弟子，我与他在两界山相遇。我回尘之路坎坷，险象环生，他不曾想起。现如今他有幸闻到，只是性子跳脱了一些，还请苍长老耐心教导。谢雪晨，你被我抓到了吧？身为雍雪城的城主，竟然杀了人族。我从没说过我不杀人族。世间法度，行凶者赎罪，杀人者偿命。我不枉杀，亦不姑息。那对灵族呢？一视同仁。可你们的剑灵司不这么想，有罪的人族在逍遥，无罪的灵族却在受苦。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变的。怎么改变？从你好好做人开始。你这话怎么像在骂人啊？好好做雍雪城弟子，让大家知道，灵族不全是残暴嗜杀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恰恰是残暴嗜杀的代表。我的好脾气，可只对你一个人，除非你许我些奖励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说呢？妄想。从明日起，给我去承启堂上课。犯一次错，记一次过，记过10次，逐出雍雪城。也就是你，敢对我这么说话。要是别人，我一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本以为入了雍雪城就能和谢雪晨多些相处，没想到还真要每天上课。穆玄灵，与大伙说说，你为何要拜入我雍雪城门下？我从小被我爹收养，他身体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每天就是一副死人模样。我们那儿寸草不生，比较贫瘠，只能靠打打杀杀为生。我爹为了让我更好的替他卖命，还将我扔进匪窝里，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变强。幸得谢城主救我于水火。那然后呢？所以为了报恩，
我就在这里了。也好。仙盟五派，玄天门的岩咒专治暗族，镜花宫的灵花灵草都是天下一绝，碧霄宫精研法器，灵居岛崇尚自然之力，而我雍雪城精修剑道。你说你受人指点过，现下让我看看你的修为和根基如何吧。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是灵族，万一赶我出城就惨。我还没有剑呢，不方便展示。无妨，心中有便可。仙盟修道，论有所成：出金丹，中元婴，上法相。法相之境，乃所有修士心中所求。为修者，道之显现，心之显现，或法之显现。此处乃雍雪城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有助于你们修炼法相入门的第一步，使心中所思所想出形化相。所以，大家需勤加修炼，打好根基。打坐修心难，但无需门槛，只需摒弃杂念，在心中默想某事某物，使之在眼前画出具象。试试吧。我这个具象是不是还挺强大？很帅。你们要知道，法力强弱不在于法相本身，是在于修道者自身实力。所以你们得勤加修炼，不得懈怠。我希望自今日起，你好好督促自己，不得胡闹，从此不许再做出对城主不敬之事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散了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长老还有何吩咐啊？你入门匆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雍雪城的新弟子，除了清明、中秋、除夕能修木以外，每日需卯时晨起修习，直到晌午，午后根据指派做出一些诸如清洁打扫、耕种值守之类的活计。今日轮到你打扫了。能用法术打扫吗？这个时候长老应该说不行，然后我说弟子开玩笑。那请问长老，弟子今天打扫哪里啊？你看起来有点烦躁，做了城主之后，是不是要操心的事儿更多了？这是我的。就这么渴？我今天扫了13处院子，外加1处茅厕。幸好，最后1处是你这里。那你为什么要先去打扫茅厕，再来我这里？这不是要完成苍长老吩咐的任务，又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？我本来以为我是特别的，至少能给你打打下手，没想到。
一视同仁而已。你确定你对我能一视同仁？你洗手了吗？骗你的，我堂堂暗域圣女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怎么可能去扫茅厕？男庄主住明雪阁，你住吹雪楼，属你俩风雅。就连这院子里的树，你这里怎么会有玄灵树？此树只在暗域生长，种子也只有暗域才有。你以前去过暗域啊？当然没去过。听长老说，这棵树很多年前就在这里生根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长在这里。原来它叫玄灵，是你的名字。可惜，这树在人界是不会开花的。真想让你看看那花，特别漂亮。想来他确实一时无法适应雍雪城的生活，是我疏于安排了。我想，既然此树离开暗域也能生长，你在雍雪城也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位置。跟我来。先登堂，后入室，然后，谢谢朕，我来了。你，这柄剑，喜欢吗？你这样问，我敢说不喜欢吗？昨日在剑中，见你还没有佩剑，在雍雪城休息，剑很重要。若是这柄不喜欢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些剑都和你一样，太刚直了，我很感动，但都不适合我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剑种。这里的每一把佩剑，都曾是雍雪城前辈和弟子的佩剑。他们曾像友人一样追随剑修一生，最终留在剑中，如同一座座丰碑。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，可以在其中挑选一把，作为自己的佩剑。所以，他们的前主人都已经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嘛。我懂。雍雪城弟子不能无剑，方才的你不喜欢，便在这里挑选一把吧。你经常带人来选剑吗？你是第一个。这么多剑，我怎么知道该选哪一把？你可以去感受剑的气息，选出与你连结最深的那一把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听到了吗？心跳声。你的心跳声，
我一直都能听见。可是，是你的心跳声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你在勾引我，你这样会耽误我学业的。休要胡言乱语，赶紧寻剑。紧随我跃起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已凝放若桃花千朵，历经过千场水果任谈笑自若，就这把吧。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我的第一把剑，我叫它什么好呢？就叫第一剑吧。恭迎尊上出关。尊上，朽仙阁传信，谢道成已死，谢雪晨继任城主，并以离火传书，仙盟5派即将齐聚雍雪城。如此大张旗鼓，看来是想反客为主。谢雪晨的灵力恢复得如何？尚未知。尊上，咱为什么非要靠那朽仙阁去查呢？这种事交给知影探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我有别的用处，告诉朽仙阁，尽快探清谢雪晨的实力。是。尊上，探清之后，莫非您要亲自杀往雍雪城啊？不，我还在等一样东西。快了，就快了。你与苍长老说，身体抱恙，无法迎宾。心病也是病，让我去迎接仙盟之人，我心里不爽。难道不是抱恙吗？有些道理哦。那姑娘来此观看是为了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吗？到现在还这么提防啊？灵体魔宫，我可不敢指望他们会对我有什么恻隐之心。你呢？怎么不去正气厅？我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去凑热闹了。来了。恭迎玄天门法剑尊者、一念尊者，请。听闻玄天门崇尚苦修，心智坚定，修习的心诀能驱除心魔，专克暗阻。你说，他们会发现我体内的魔气吗？姑娘的身上有我的灵墨符文，寻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发现的。那不寻常的情况呢？那便要看姑娘的命大不大了。不过比起玄天门，我更不想见他。恭迎镜花宫素公主，请。事实证明，冤家总是路窄。当年在明月山庄，你与高修士有过节。不好了！丧气大军西装，快跑啊！快把大小姐身上的衣服和她的换了。大小姐前庭之躯，你能替她去死，是你这贱奴此生最大的荣光。一些恶主与贱奴的旧事罢了。南公子光风霁月，
先臣不忍，不必听这种阿扎之事。当年一面，我也窥见些许。莫姑娘从前的日子太苦。哎，打住，不用可怜我，不需要。我并未要可怜莫姑娘，打不死就站起来，站着夺回一切。这世间道理本该如此。苍长老，何岛主，上次灵居岛一别，何岛主风采依旧啊！嘿呀，苍长老，别来无恙啊！请。灵居岛岛主何羡我，瞧着倒是个潇洒自在之人。听说他爱收养灵兽，那他和素宁真见了，不得吵起来？确切来说，已是水火不容。那感情好，素宁真那人看着就生厌，是得有人治治他。这碧霄宫的浮云空舟，还真是一艘比一艘富丽啊！副公主段长老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请。你说这傅渊庭和段萧荣夫妻俩，上哪儿找的这么赚钱的门道？这边请。你看那个，从头到脚身上穿着，无一不是天阶法器，天才地宝。这样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大概人人都想上去抢他吧？她便是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。哎，娘。我去玩了。去吧。她还有一个天下第一的称号。南虚，傅少公主，我听说你也来了永雪城，所以就跟着一起来了。你旁边这位美人，倒是面生啊。哦，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穆玄灵，这位是傅少公主。穆姑娘好。我方才还以为是高修士呢。你说的高修士，该不会是传闻中的仙盟第一美人镜花宫高秋明啊？很难想象，她竟然比姑娘还美。都美，风格不同。你该不会是个修士吧？是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是金丹境了。姑娘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大可以找我帮忙。南虚月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吗？啊，初次见面，没准备什么礼物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前些日子搜罗来的法器，都是适合女子用的。你看喜不喜欢？这些可都是天阶法器啊！这有什么？我家多了去了。碧霄宫呢？富甲天下，傅少公主可是天下第一有钱人。既然她执意要送给你，收下吧。收下。爹，什么声音啊？爹，什么声音啊？我的灵兽。什么灵兽的叫声？是爹啊？你是我爹吗？你出来，你让他出来。出来吧。你是我爹吗？他爹走丢了。我觉得啊，我是个人这件事，应该挺明显的。娘亲说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，可我的钱也是爹娘给的。这么说来，世上最有钱的修士，该是我爹。哥哥，叫我哥哥的人多了，数你这声最好听。来，
哥哥送你一些见面礼，这些都是适合灵族用的。你怎么会有灵族用的法器？我家可有3000灵族。你家有3000灵奴？不，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一起玩。小东西，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回去帮你打听打听。傅苍离。傅苍离，这个名字的确像我们碧霄宫的人，我会留意的。那我先走了，2位、3位，告辞。不送。我知道了，你刚才是想说他就是天下第一冤大头，对吧？请问，掌门，你在里面议事了？多谢。看来，这位就是传闻中的高修士了。果然容貌屹立，风姿优雅，比这穆姑娘亦相去不远。还如此文静端庄，与谢少城主的确很相配。这人老看我做什么？见到美人也不用这么夸张。罢了，出门在外，代表镜花宫，不与他计较。果然典雅，当真是有少城主夫人之气质。谢少城主，不知此次召集我等前来雍雪城，是有何要紧之事？怎么不见盟主？各位前辈，雍雪城蒙难，盟主遇害了。怎会如此？是何人所为？定是桑琪和朽仙阁所做。朽仙阁？朽仙阁与桑琪共谋，镜花宫玉令曾被他们盗取，盟主也是因此被害。他们意在夺取所有的玉令，不知各位门中今日可有异常？未曾发现任何异常。敢问，雍雪城的那枚玉令现在何处？对方并未得手，玉令还在我雍雪城内。我早便说过，应该抢先攻打暗域，杀光那些肮脏之物。暗族不死不灭，贸然前往恐怕难以制胜。是啊，还是要谨慎行事啊！倘若仙盟损失太大，不合算呐。此次桑琪卷土重来，是要夺取混沌珠，打开万星阵结界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要推选出新任盟主，将混沌珠移交于他保护。谢少，谢城主，乃当今仙盟公认之翘楚，我认为你可以担此重任。之前我在两界山修补万仙阵时遇袭，被困胧渊7日，身受重伤，灵力迟迟无法恢复。眼下情势紧急，怕是无法担此重任。只要谢城主一句话，我碧霄宫马上重金聘请天下名医为您医治。另外，我碧霄宫有这世上最安全的金库，足以保管混沌珠。眼下事态紧急，哪里容得耽误？再说，你碧霄宫何曾真的惦记过仙盟大事？苏宁真，你若有心争这盟主之位，你直说便是。
何苦在这儿出言讽刺我毕孝公？直说又何妨？一直以来把守两界山关隘、抗击外敌的只有我镜花宫。这唯一丢了玉令的，也是你镜花宫。若是让你当了盟主，恐怕什么也守不住吧？何想我？你终日与灵族为伍，恐怕早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吧？二位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大嫂慈悲。法剑尊者，他辱我镜花宫在先，我不得已才出的手。哼，法剑尊者既然发话了，那我就不再说什么大实话了。 6000年前，先辈乾光军建立仙盟，就是为了弥合分歧，共同抗击外敌。如今谢盟主尸骨未寒，敌人尚在重重迷雾之中，你们便要自己分崩离析了吗？看来今日是没有结果了。 这几日，还请诸位在城中考量盟主人选，择日再行选举。仙盟之中，我与道成最为交好，如今他走了。 我又少了一球友，想来雪尘是心中有疑，所以才什么都不说，将我们叫到雍雪城。那谢城主怀疑的人里，自然也包含了你。哼，如今他是城主，谁都不能轻信，正该如此。道成若是看见了，也会欣慰。 那您为何不争一争这盟主之位？岂能任由那素凝真欺眼嚣张？哼，那老狮子盟主争来干什么？我远居灵居岛，就是不想被这些琐事所困扰。为教训个素凝真去争，太不值当。这边请。 苏公主跟各位修士便在此院落安歇，请。这边请。秋明，师父，发什么愣呢？ 我只是没想到，谢盟主竟被贼人所害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你身为镜花宫的少公主，怎能如此怕事？秋敏，你需要修炼的不止功法，还有心智。弟子明白，师父。待我当上盟主。 你也要有能力继承镜花宫才是。
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仙盟要解散了。从前父亲在时，我基本不问仙盟重事。如今一见，才知纵使仙盟，竟也会如此荒唐。你不加入仙盟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这就是你我的不同之处。对于厌烦之事，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，而你却总想着能再救一救。所以我能在韵秀山庄恣意逍遥，而你却在凄风苦雪中重重枷锁，孤孑一身。谢盟主乃法相之境，能杀他的人，应该就在他们之中。你想假装灵力尚未恢复，引蛇出洞，可那内奸未必会谢。这几日内，应该就有刺杀试探。我等着。你何时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呢？你若是死了，我没准真的可能难过一下。我尽量不死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早就应该做。师兄，哪怕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你也应该做这个盟主。论道心之间，我不如谢城主；论修为之强，我更不如他。没有打过师兄，怎么能自认不如？谢城主纵然天生识窍，可他还这么年轻，难道比得过师兄这500年的修为吗？谢城主道心无垢，剑行纯粹，而我却心有杂念，不配其位。师兄，师傅，掌门累了，让他先休息吧。玄心，你唤我一声师傅，怎的成日偏帮掌门？你不该拉我，该劝他啊。掌门有自己的主意，旁人不该强加意愿给他。旁人？你师傅我是旁人？是，我也是旁人。你，当年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省得你如今尽是气我。唉，木已成舟，覆水难收。师傅，悔之晚矣。唉，我本来是想来雍雪城玩，没想到竟然是盟主罹难。你说这贼人可真是够大胆的，跑到雍雪城来动手。要是让我抓到，我肯定……你要是怎么了？此事可轮不到你出去成英雄。在晋升法相之前，你给我把小命好好的保住喽。要知道，你的战场那是在100年之后，你将来是要做仙盟盟主的人。娘，你这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谢城主天人之姿，剑道之强，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。他就算不是这一任盟主，也定会是下一任。况且他还那么年轻呢，这盟主之位至少也能做个几百年。你懂什么？这法相虽有1000年之寿，可真正能寿终正寝的有几人呢？况且这谢雪尘的剑，那是天下缟素，我不独存。玉石俱焚，不留后路的剑气啊！过刚一折，非长久之相。哎，说不定啊，你只要能够长长久久的活下去，到时候都不用你去争，就是耗都把那些对手给耗死了。瞧您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我最大的价值就是活着？这我不认同啊！还是老爹靠谱。哎呀，儿子，
你最大的价值就是给毕萧公娶个有权有势，还能撑住场的少夫人，如此，毕萧公才能继续壮大。傅渊庭，你说你这些损招用在我身上也就算了，还想教坏我儿子？我损招？啊不，当初你不也是因为想要生个俊美无双的儿子，才选了容貌绝美的我做夫婿吗？你我不相上下啊，谁也别说谁啊。可若早知你这绝美容貌的花期是如此之短，我还不如找别人呢。瞧瞧，心里话总算说出来了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那谁呢？想谁呀？我还能想着谁呀？我想谁又关你何事？我这毕萧公底都快冒出绿光来了，还不帮我？爹娘，我还在呢。少公主，您这哇哦，上好的和田玉啊！那什么，公主和长老正在里面闭门研究毕萧公日后的发展壮大之策。那个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没事没事。这夫妻相处之道，竟然如此艰难。成婚，傻子才成婚。此人不是法相，以他的力量，根本杀不了父亲。看来真正的凶手还在背后。不愧是谢学臣，即使剑未出鞘，灵力不足往日4成，亦非寻常修者可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也太激烈了吧，床都塌了。你朋友啊，看着真可怕。不必追了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这是你和南虚月的计划，示弱以诱敌，真是卑鄙呀！唉，你们实在应该也让我参与参与。你就算了吧，这等卑劣之事，你未免太擅长了些。回到这雍雪城，在自己家里还要被人搞袭击，怎么样？刚才幸亏我来得及时吧？雍雪城谕令还没到手，他们眼下是不会杀我的，只不过来试探我灵力恢复了多少罢了。那还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若我方才不来，这场刺杀戏，你打算怎么收场啊？按计划，我会受伤，然后拼命发出求援信号，待长老和弟子赶来将他击退。又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。我送你的剑呢？不是说要做普通人，怎么还带着摇头？谢城主，我的剑法糟糕得很，要是我带着剑来救你，只怕那歹人笑也要笑死了。还有，你这事后清算未免来得也太快了吧？那我该谢谢你。
谢完可以清算了吧？大晚上的跑我那儿去做什么？在骗人这方面，你的进步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虽然城主事务繁忙，连教导弟子习剑的时间都没有，但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你别再这么看着我了。你心里有鬼。你说对了，我想做的坏事儿可多着呢。不过今晚，我只是突然想来见见你，谢雪晨。一日不见，我想你了。谢城主，我好看吗？色相皆虚妄，百年亦苦苦。想必在你眼里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和强弱的区别。你知道在我眼里，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除了谢雪晨，都是其他人。大胆穆玄灵，大半夜不在寝楼待着，却溜出来，还打扰到城主。你如此胡闹，还影响到城主与其他同门休息，更会带坏风气。你可知罪？知，弟子这就回去思过。哎，城主，你的床太容易坏了啊！下次还是换一张结实的吧。你放肆！穆玄灵，你城主，雪晨，你与他力道稍大些就扛不住，确实该换一张结实的。时候不早了，长老歇息吧。道成师兄，宗门不幸，用血蒙尘，是我监管不力，是我的罪过。尊上，你觉得人界如何？这人界好似与暗域无异，心魔之盛，与我等暗族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连你都能察觉，为何他却看不清？尊上说的可是圣女？他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在人族身上。小仙阁传信，谢雪晨灵力尚未恢复，你去雍雪城夺取混沌珠，交到本尊的手上。若遇阻碍之人，杀！是。
南公子这是在和谁纸砚传情啊？是哪家的小娘子啊？风瑶若是知道有人称她为小娘子，怕是会不悦啊。我让风瑶去查了九仙阁的情况，镜花宫之乱后，他们便彻底销声匿迹了。不奇怪，不过他们曾在人界走动，收拢了不少人族和灵族，看来应该会有人注意到他们。不错，风瑶在碧霄宫附近的城镇寻到了一个灵族，他自称见过九仙阁的人，说为首的是一个约莫20多岁的青年男子，风度仪态甚佳。另一个则黑金蒙面，不过听声音也能听出是一个青年男子。他称呼为首的人为阁主。黑金蒙面，就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为什么九仙阁主反而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或许是有恃无恐吧。九仙阁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想要彻底铲除，怕不是易事啊。九仙阁还未除，算算时间，桑琪也该出关了。下一步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暗族气息。想不到仙盟之中，痴念者竟如此之多，甚好。这具身躯太废物，是时候再另选一具更好的傀儡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，阿宝？有可怕的东西在附近，就像那天在南公子家一样。暗族在哪个方向？东南。你帮我看着阿宝，他胆子小，见到暗族恐怕会被吓得胆裂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足够了。想必你们也已经感应到了。我去见谢城主。玄心，你带弟子们布阵，务必要找出暗族，将其除去。是。多日不见，圣女的杀心还是这么重。我倒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原来是你呀，痴影。这么些年争来斗去的，你也不是第一次被我杀了，习惯就好。尊上命我给圣女带句话：好人演久了，就真忘了自己是谁吗？圣女带着尊上的任务而来，却迟迟没有行动，尊上不得不怀疑你别有用心呐。师父既然将一切都告诉了你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我自有我的计划。我做事最讨厌别人指手画脚，师父不行，你更没资格。住手！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敢滥杀无辜！修士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发现了他的魔功，他要杀我灭口！高秋明，你是不是傻？他被暗族附身了。幽雪城有防护结界，暗族怎么可能进得来？滚开！我当初就不该替你隐瞒。灵族魔修果然没有好东西。高秋明，仙盟蠢货众多，你属其中卡住。
高秋明，今日我就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严正，难道真有暗族入侵？那我方才岂不是错怪他了？手段我就让我。 玄天门严重，看来只要修行了魔功，就逃不过玄天门严重。找到了。 你杀了你的同族，踩着他们的尸身血海，来到了这个位置。他们不死，我就会死。既然只有一个人能活，那只能是我。不错，很精彩。 我的好徒儿，告诉我，拼死活下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复仇。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。 记住，越痛苦，你就会越强大。你赢了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只是我的徒儿，更是暗域的圣女。穆玄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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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学长，我疼。我知道，别说话了。 高秋明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内疚什么呀？对，他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高秀氏与谢城主有婚约，如今看来，谢城主却与穆姑娘纠缠。造孽！高秀氏。听闻城中出现了暗族，我特来帮忙。高秀氏，可还好？眼见心上人移情别恋，怎么可能好？弗兰舍，你问什么废话？难不成他看到我错帮暗族的事了？这也太丢脸了，一定不能让他说出去。多谢傅修士关心，刚刚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会如此，还请傅修士不要外传。被未婚夫背叛这种事，他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能保守秘密了。只是这事儿吧，得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也收敛收敛。
他的意思是，让我想办法堵住穆玄灵和谢雪晨的嘴。啊，傅修士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多谢提点。嗯。明白就好。遇上这种事儿，不哭不闹，真是个坚强的姑娘。逃走了。不对，若有此力量，早就应该破困离开，不会被炎灵困住多时。看来是有人救走的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不仅修炼不了灵力，连灵力也无法吸收吗？原来真的很疼。魔宫带给你的痛，你到底忍受了多少年，多少回？将炎咒的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谢雪山，我给你这手环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我有玉阙宫护体，恢复得快，但他受不了。你竟然也有舍不得一个人疼的时候。你待他究竟怎么想？是我带他来永雪城，让他成为永雪城的弟子，便该负责到底。是该负责，还是想负责？替我照顾好他。他会更希望是你留在这儿。但我不能只为他留在这里。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不累吗？
师兄，这玉阙功虽有快速疗愈之效，可严重的伤非同小可，疼痛也都是实打实的。师兄你为什么要替穆玄灵受下这些伤？你这几天盯着他，觉得他如何？性子乖张，不守规矩。这时过马上就要季满了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做雍雪城的弟子。记过本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我让你盯着他，不是为了记录这些。观人须观心。可他是灵族，没什么不同。或许从他开始，今后的仙盟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同门。人灵矛盾1000年了，师兄想做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但人有可能，不是吗？是。暗族入侵，逃窜无踪，下令全城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是谢雪晨的房间。穆玄灵，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。所以，我没看错。原来，真的是他抱我回来的。原来要死上一回，才能有这种待遇啊！穆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你啊。谢雪晨呢？他去哪了？暗族入侵，身为雍雪城城主，自然要料理公事，是他让我来照顾你的。还以为他不在，你会不高兴呢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也没觉得他应该守着我呀。阿宝呢？送回寝炉了，我怕他吓破胆，用了乐息咒，他睡过去了。早就跟他说了，此路凶险，让他别跟着我，非不听。多谢你了。这玄天门炎咒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身上这么快就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是因为有人替你疼。雪晨已经将你所有的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我自己的伤，我自己扛就是，谁要他替了？我找他去。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可炎咒仍伤及你的内力，还需好好休养。况且，即便你现在去找他，也改变不了任何。欠他的还没还清，又添了一笔新账。他怕不是故意的吧？罢了，慢慢还就是了。有来有往，没准就是一辈子。情之一字，果真如此之重，能使你背逆，趋利避害之天性。
于我而言，活着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死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。反正本就无人在意。但他用1天的时间，教会了我怎样去快乐，去痛苦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。我会带你走，往后的每个4圣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是他让我明白了生死的意义。大哥哥！虽只1日光阴，却足够支撑我在暗域度过10年，不见天日，痛不欲生的日子。若你为的是那一日，可如今10年已过，他也不再记得。你当真分得清，你在意的是那一日的他，还是眼前的他？是恩情，还是爱意？为什么要分清呢？反正都是谢雪晨，这便够了。就如你视我为故人，为的不也是曾经那一日吗？为一人生，为一人死，还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可惜这次没能将那暗族除去。玄信赶到的时候，他已消失无踪。也许，是有人把他救走了。倒也未必，也许是那暗族及时附身了他人，才躲过了炎咒。那暗族想要躲过炎咒追索，必须藏到修为高深者的心魔深处。那会是什么人呢？各派的心腹弟子、长老，甚至掌门。雍雪城的防护结界没有任何反应，那暗族是怎么做到毫无声息的潜入的？雍雪城的防护结界，单向法阵是无法入内的，除非有人在城内向城外开启了双向法阵，才有可能让暗族进入。谢城主的意思是，城内有人与那暗族里应外合。尊者可有办法将那暗族查出？倒是有个办法，暗族靠心魔附身，玄天门亦有法门可观道心。我们或许可以一一查验，找出生了心魔的修者。此事不妨交给玄信吧，他自幼道心通明，颇为敏锐。那此事就有劳玄信师弟了。一一查验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我会以暗族入侵，提前推举盟主为由，请各派于正西厅议决。届时，就有劳玄信师弟在暗中以道法观心，查出有心魔者。那便如此安排。掌门，
弟子还想与谢城主商讨一下查验之事。师弟有话想说。是，谢城主。之前那暗族被严胄所知，待我寻去时，他却没了踪迹。方才掌门提及此事，谢城主神色有异，不知此事是否与你有关？师弟方才为何不问？既然城主不想让掌门知道，那我自当先问清缘由才是。是，此事的确与我有关。我救走了一个灵族，他曾修习魔功，故被严胄所伤。但他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暗族。原来如此。那谢城主是否信任他？是，我相信他。既然这样，玄心知道了。师弟不打算除魔，这倒与玄天门其他修者有所不同。相关善恶罢了。师弟通透。这个房间冷冰冰的，跟他这个人一样。不如我来给你添点惊喜。这样才好看嘛！等谢雪晨回来，应该会吓一跳吧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暗域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在雍雪城。幻境罢了，不必惊讶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在暗域，我在雍雪城，你是如何遥隔万里，又避开雍雪城结界，将我拉入幻境的？你素来行事跳脱，爱捣乱，为师为不时之需，便在你的心上种下了一种咒。此咒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灵犀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将你召入幻境，又有何难？所以，师父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我身上动了手脚。师父，你我师徒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？为师认为，信任的前提是你足以令我相信。当日你提出的计划，为师可是字字记得清楚。对于一个不惧死的人，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父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，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现如今，你又兑现了什么？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不都已经做到了吗？哎呀，你这种避重就轻的话术，
就莫要用在为师身上了。你现在花在谢雪晨身上的时间可太多了，多到令我怀疑，你是不是不要师父了？怎么会呢？师父于仙盟刀下救我，传我魔功，给我力量，许我在暗域作威作福，我怎么会不要师父呢？好啊，那你便证明给我看。师父想要我如何证明？混沌珠拿回来，然后杀了谢雪晨。看到你这副表情，师父很是伤心啊。或许我该提醒你一件事。你修炼的魔功很霸道，必须每个月在暗域用魔气淬体强身一次，中途不能停止，否则就会遭到魔功的反噬。你灵窍破损，根本扛不住，最后会爆体而亡的。难怪师父当初这么轻易就同意了我的计划，原来是留有后手。底牌就是我的命。怎么，为了那个谢雪晨的命，自己的命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晨。好，师父等着看。但我一个人着实也不好下手。师父，赤影和朽仙阁的人是不是都在雍雪城啊？他们在哪儿？让他们帮帮我。你是想让他们帮你，还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呢？师父若不信我，不如将我的命拿去算了。哎，莫生气。你我师徒10年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什么都不会变。记住，我们生于黑暗，莫要妄想触及光明。这个道理，师父20年前以一臂为代价才换得明白。灵儿，师父也希望你能懂得。去吧，完成任务，师父在下等你。戏演8分亦是假，那就演足10分啊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戏演10分，自然是连你也骗了。师父，还要多谢你把他抓回来，我才能知道，原来他还活着。10年未见，暗域重逢。你好啊，大哥哥。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雪晨啊。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可惜这回依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。
心妄想。之间找出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穆玄灵，我给你带了。他走了，是我回来的太晚了吗？他在不在里面啊？穆玄灵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不行啊，抱歉这么嚣张是会被打的。玄灵啊，今日案组之事是我误会了你，害你受伤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也不行，穆玄灵那么嚣张的一个人，他要是看我这样服软，一定会笑话我的。穆玄灵，今日之事呢，我是让你抓到了把柄，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有把柄在我手上。今日之事你不说出去，我也不会说出去的，如何？你说呢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的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我为何等了你那么久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很想找人发泄。你再不走，我杀了你！你怎么这样，穆玄灵？我是过来跟你道歉的。今日案组之事，是我误会了你。喏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法器，它是可以唤出美梦来的，送给你了。还有这个，你的剑我也给你捡回来了。今日之事你就翻篇吧，千万别说出去。原来是怕我把你错帮案组的事儿说出去丢面子。什么道歉？为的还不是你自己啊！穆玄灵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。你信不信我把你灵族魔修的事情说出去？说，现在就说，马上就说。你疯了？你不要命了？早点了结也好。你说完没有？说完走吧，别杵在这碍眼。穆玄灵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姐姐，那个坏女人在门口等了1个时辰，嘴里一直念念有词，在练习怎么跟你道歉呢，看着真让人解气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阿宝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跟傅兰生去碧霄宫好不好？姐姐怎么会死？你是不是被今天那个案组伤到了？我现在去给你找灵药。没有，我说笑的。这不是想着碧霄宫姓傅，说不定你爹真在那儿。爹要找，但姐姐也不能死，不能死啊！阿宝，灵族寿数漫长，但终会有死的那一日。我们小阿宝也要学会分离啊。哼，那还要好多好多年呢。现在不讲这些，不吉利。好，
折腾一天了，累死我了，睡吧。不能讲死。累坏我了。嘿嘿，睡吧。好。这个穆玄灵真是好心被当做驴肝肺，热脸贴冷屁股。高师妹，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惹你不快了？当然没有人惹我不开心了，我可是镜花宫少公主，二位师姐别瞎猜。是，师妹说的是。现在时辰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整日颐指气使的，真把自己当天之娇女了。可不是，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被灭了门、无父无母的孤儿。若不是师尊宠着，谁瞧得上他？走。雍雪城弟子剑就舞成这样，那你教我啊？好啊。说来早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怎忍得彼此淹没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，愿今生盼得与你成说。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进了剑窝，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我心默默。紧随我跃进世间的幻火，我心田与你仿若桃花千朵。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我，只因你如错，芳华灼灼。玄灵树开花了。玄灵树能在人界开花，莫玄灵，你也可以。谢雪晨，混沌珠和我，哪个重要？当然是你了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抢了混沌珠，帮桑琪放暗族入人界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会，我的剑友不像你。那如果仙盟要杀我呢？我不会让他们杀你的。你这是要与仙盟为敌？那便与仙盟为敌。谢雪晨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我，只因你如错，芳华。真正的谢雪晨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一场欢喜一场哭，终究是南柯一梦。师父，夜已深，不知师父前来所为何事？方才与师兄论道，得知你明日会在正气厅中观道心。正是。使用观心法门，会损耗大量灵力。这是我研制的法印，能助你观心，拿去用吧。可如此一来，便会损耗师父的灵力。
你是我一手养大、教大的弟子，我不护着你，护着谁？如今的雍雪城，暗族潜伏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莫让暗族有可乘之机。多谢师父。想必诸位已知，昨日有暗族入侵，至今尚未救出。如今风雨欲来，选盟主之事，不宜再拖延下去了。今日请诸位前来，便是希望大家提前推举出新任盟主。不知诸位心中可有人选？我的想法依旧未变，我认为镜花宫最适合担当盟主之责。将混沌珠送去镜花宫，那倒不如省点事情，直接送到暗域得了。难不成碧霄宫也对盟主之位有意？碧霄宫除了财宝还有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花钱买通桑启？哼！不知谢城主主意何人呢？我认为，法剑尊者德高望重，是最佳人选。多谢城主举荐，可我并非良选，还请另择他人吧。师兄就不要推辞了，仙盟之中，无人比你更合适。我也认为，法剑尊者德高望重，是我们仙盟盟主的最佳人选。灵觉岛请法剑尊者继任仙盟盟主。倘若是德高望重的法剑尊者继任，我碧霄宫定然心悦诚服，还请尊者继任盟主。镜花宫无异议。既然大家都如此看重，我就不再推辞了。